你们的界面和我的界面应该是不一样的，这就是未来的捷讯。我们是一个镶入式的软件系统，我们的软件让短消息服务变得全能立体，充满色彩。我们开发了语音短信，我们开发了可以传送图片、照片的彩信，我们甚至附加了可以传送短小视频的动态短信。这就是我们的软件。一次小小的升级，却带来了一个移动互联网巨大的变化。如果你没有时间打字，你可以说话，你可以向好朋友分享你的生活。喂，老大，你在哪儿呢？今天高低带咱们去买衣服，过几天不是去洛菲斯参加项目对接会吗？行，我知道了，我一会儿就到。老板结账。好嘞。文字是冰冷的，声音不一样。声音是有温度的。当一个人说我想你，你仅仅用听，你就知道他是在敷衍你，还是他真的在想念你。当他说你好，你会知道这仅仅是一句礼貌的问候，还是一个非常喜欢你的人不敢走到你身边，他仅仅是用这2个字来表达自己的心情。这不是一次技术的升级，如果要我说，这是一次互联网革命。它的力量不是科技的力量，而是更加准确还原人类真实情感的力量。比如我说“纳兰，我想你”，如果做测试，这么说出来很容易。如果每个人都有一个这样的软件，谁还敢这样说呢？语音软件会突破移动互联网现在的瓶颈。这个瓶颈是什么呢？是表达方式的单一。你只能打电话，只能发文字的信息，但是你有没有试过？你告诉你的朋友你今天吃了什么？你向全世界展现你现在的心情，或者你只是说了一句傻话，就希望得到对方的回复。我始终相信，科技的复杂性是为了反衬人类情感的丰富。脱离人类情感的科技是一种犯罪。所以我说，语音技术的方便传输绝对不是一种普通的软件，它是一种感情的魔法。不管项目如何，你的说服力是大师级的。谢谢。今天不是诗歌朗诵会，你们这些女孩别一个个的幻想着有人拿着语音软件跟你们谈恋爱。现在是项目对接会，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问。我想问一下，捷讯的盈利模式是什么？我们的盈利模式很传统，我们和华夏通讯、东方网通合作，语音短信1元1条，不贵，视频可能会再贵一点，我们是3期分成。捷讯的预期估值是多少？我不敢说太高了，不低于300亿。你能告诉我们捷讯的灵感来自于哪里吗？天上偷来的？盈利模式虽然传统，但稳妥可靠。鉴于我们之间长期的合作关系，希望优先考虑让洛菲斯作为捷讯的投资者。这个我听纳兰的。Come on, please. 看看我的作品。人靠衣上马靠鞍，西装一穿，立马就高大上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
人往这儿一站，人家还以为德云社来融资了呢。反常，我觉得他们俩一穿西服吧，就感觉反常。反常吗？我觉得挺好啊。我不希望那些资本家们看到两个蓬头垢面的家伙。非得穿成这样吗？反正我是穿什么都没自信。那你就光着，啥也别穿了。郭麒年，你们定。那就这么定了。我决定今天休息，回家好好睡一觉。我们要一战成名。一战成名。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叫我呢？我今天帅吗？没给你丢人吧？你过来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要当小偷是吗？这不是你的东西。那是你的东西？哦，对，那是你的东西啊！你猜怎么着？有一天有一个人把这个东西的报告放在了我的家里，这就叫天上掉馅饼。我还没来得及谢谢你呢，宝贝儿。我知道你有多爱我。你不能这么做，我绝不允许你这么做。我再说一遍，这不是你的东西。现在是了。下班了都不让我回家，什么重要的事儿说吧。捷讯剽窃了别人的创意。今天京城拿过来的这个方案，是我朋友私底下拿给我，让我提意见的项目创意。我在跟京城吵架的时候，不小心留在了他家，被他剽窃了。你跟京城的关系很特殊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我很清楚，所以我有义务要提醒公司，洛菲斯不需要冒这样的风险。我们应该放弃追踪捷讯这个项目。彭总，我的话您听明白了吗？刚才温迪跟我说，项目对接会之后，你的情绪有点冲动。纳兰，彭总叫你去他办公室，告诉他我有事儿。哎，彭总让你马上去，告诉他我有事儿。我不知道你跟金城之间发生了什么，团队很担心你会做出一个不恰当的判断。按照公司的规定，以你和金城的这种特殊关系，在这个项目上，你应该回避。我现在是知情者，我没有办法回避啊！我必须要保护公司的利益。彭总，我请求您拒绝金城。纳兰，如果真像你说的，发生了知识产权剽窃案件，那这件事情应该由法院来管。可是不要再说了。你让我录音，我都不知道能说些什么。在这里，每个人都是重复着生活。你真觉得去西藏能对你有帮助吗？没什么是解决不了的。你想开点儿。郭新年，你是不是死了？郭新年，你是不是死了？郭新年，你是不是死了？原来他跟郭新年
早就认识。给我继续查了，我要看看他在这次投资会上会不会动手脚。让开，让开，撞死你啊！让开！这是我一朋友给我的产品创意，你不能就这样盗用了，这样我没法交代，而且这是犯罪。犯罪？让他告我去。我警告你啊，你这是赤裸裸的剽窃。如果他真告你的话，我绝不会站在你这边。我等着。金晨，算是我求你了，人家这么信任我，把产品创意都拿给我看，我不能就这样把人给害了呀，这样我没法做人。求我了。我知道，你是想做点事儿让你爸爸看看。你想做些什么？我们一起商量商量，我可以给你出出主意，选项目也行。但你总得让我过得去啊。我让你过得去，我从来没有为难过你。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了，我只跟你一个人道过歉，而且还是反复道歉。小时候我爸打我，我差点跳楼都没认过错。可以了，你多大面子呀？我爸从香港飞过来，亲自去你们家负荆请罪。说实话，我对创业不创业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捷讯这项目可以不做了，就当跟你开个玩笑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但是你也得退一步，咱俩把结婚的日期赶紧定一下。我爸那边还等信儿呢。你这次就可劲儿造他，想天上结婚、地上结婚还是海里结婚？我爸就这么一个心愿，你不花他钱，他难受。我不希望这件事儿跟感情的事儿搅和在一起。我不喜欢拿感情来做交易。再说了，这也不是一个交易，我是在给你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。不是你在给我机会，是我在给你一个机会。你让你孙子告我去吧。好了。我现在已经把电脑上的软件安装到了手机上。看，这是魔晶的初始版本。非常荣幸，它诞生的第一句话由我来说。我说完这句话，它将会通过网络传输到另外一台手机上。快，想想这句话说什么？老大，你又犯病了，你就说你好，吃了吗？你让我们高兴高兴，欢呼一下嘛。那哪行啊？这是我们的孩子。哦，你让我们的孩子一出生就说你好，吃了吗？那将来能有什么前途啊？好，哎，郭大诗人，要不然您吟首诗，快点，我们这着急着呢。就是。我说了，魔晶，你好。你是在高原上诞生的，你是在我们的失败里诞生的，你是在我们每一个不眠的夜里诞生的。我们现在想要告诉你，我们都爱你。
快看看。没收到啊？什么情况？怎么不灵啊？昨天试着没问题呢哈。哎，我接个电话。你看是不是手机有问题啊？不可能啊，手机能出什么问题啊？是谁干的？说话呀！到底是谁干的？魔晶被剽窃了，我是不是有权利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我干的。郭启年这个糊涂蛋，他跑岔跑线了。是给谁打电话去了？连自己孩子都不要了。快看看好了没？是我疏忽了，我犯了一个错误。我把你的项目计划书放在了一个不该放的地方。我也没想到我的前男友会剽窃它。你要是难受想骂我，你就骂吧，狠狠的骂。为你说话呀！你让我说什么？你非常清楚，我吃了多少苦头。我是怎么一步一步把魔晶做到今天的？我不瞒你说，就在现在，我正在给魔晶做第一次测试，然后你跟我说魔晶被剽窃了，你让我说什么？我能说什么？剽窃魔晶的人叫京城，你可以告他，我不会逃避责任的，我为你作证。你让我打官司是吗？你没打过官司吧？我一个离婚官司打了1年半，1年半，就算打赢了有什么用呢？我不知道1年半对别人意味着什么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对于互联网来说，这1年半就什么都没了，我他妈什么都来不及了。郭新年，你冷静一点，你别这么激动好不好？你告诉我你在哪儿，我过来找你，我们见面商量一下。我觉得没必要见面了。我们见面干什么呢？我们见面，你无非再把剽窃的详细经过再跟我说一遍，只会让我更崩溃，只会让我更加的不知所措，更加的不知道该怎么去继续下去。对不起啊，你接下来打算怎么样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我该干什么。哎，不说了，我现在要进去听我的魔晶跟我讲的第一句话，然后我就跟他告别。一切都结束了。怎么样？音箱练好了没有？练好了。那我按。等一会儿，等老大回来。老大，你快点，就等着你一块儿听呢。快点儿，郭启田，快！麻烦您快点儿。你来。你按吧。哟，那我按。魔晶，你好。你是在高原上诞生的，
你是在我们的失败里诞生的，你是在我们每一个不眠的夜里诞生的。我们现在想要告诉你，我们都爱你。我没爱你。新年，我就知道这事儿早晚能成。恭喜你！金晨，我在最后求你一次，你对我有什么意见，你冲着我来，别因为咱俩斗气去伤害了一个好人。好人？他对你多好啊？比我对你还好是吗？你怎么变成这样？瞧瞧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做了贼还理直气壮。你想知道他有多好是吗？我现在就告诉你，他比你聪明100倍，比你善良100倍。这样你舒服了吗？舒服，舒服极了。你终于说实话了是吧？你跟那郭新年什么关系啊？项目策划书写的跟他妈情书一样。告诉我，现在上床了吗？无耻！喂，纳兰，我刚才听见魔晶的声音了，太美了，太动听了，所以我改变主意了，我绝不能这么就放弃了。我也没有跟我的工作伙伴说魔晶被剽窃的事情，我一定要坚持下去，把这件事情做成。我需要你的支持，我需要你的支持，纳兰，好吗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，郭新年。你要是真的这么放弃了的话，我可就罪孽深重了。我刚刚一直在想，怎么样才能让魔晶继续生存下去？怎么样才能赢？其实你不用怕竞争，也不用怕被剽窃，我太了解他了。他只知道走关系、搞特权，他太傲慢了。他根本不知道移动互联网是怎么回事儿，他只想着挣钱。现在他和3大运营商合作，这不还是为了手机基站服务吗？手机基站占用了卫星频道，收费是避免不了的。所以，如果你还想坚持下去，我认为只有一条路，你必须放弃最急功近利的盈利模式，做免费的软件，这样你才能一击必杀。你知道一个女孩谈论绝杀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吗？但是我认为你说的是对的。如果你认为我是对的，那你赶紧修改你的项目计划书。谢谢你还信任我，如果需要，我愿意为你提供投资方面的参考意见。你不怕违反纪律吗？这只是朋友之间的交流，和纪律无关。爱带你我走很久，幸好你在左右，陪我。
从无到有。我来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洛菲斯大中华区的负责人彭学武彭总，这是我们电子工程总监，陈学礼，陈学礼，你好，你好。这是我们的技术总监李斌，你好。那个，您这是为了部落？我们是企业文化，这是我们公司的口号，是为了公司的意思。为了公司，怎么会弄成这样的？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就想为了多挣点钱熬夜加班，太不小心了，下次小心点啊！注意安全。继续工作吧，您这边请。刚才在隔壁交行开会，想起来了，顺便过来看看。只要不耽误你们工作就好。您就别寒暄了，洛菲斯到底要不要投我呀？我这是私人访谈。如果真的决定要投资了，自然会有投资团队前来调阅合同和所有资料。我这边就等着你的米下锅了。香港董事会的人跟我较劲，非得让我自募资金。你把钱投进来，我给你保留股份。你喜欢哪个国家呀？我送你个不动产。我在这个位置上坐的还是挺舒服的，还不想出国。我是有些事情想听听你的看法。您说。你开发的捷讯是自主版权吗？有没有专利注册？能不能让我和版权的所有者了解一下？那兰跟你说的吧？一定是那兰跟你说的。想见版权所有人是吗？李斌。靳总，您叫我。彭总想知道捷讯是怎么做出来的。是我们团队集体开发出来的，它主要包括……行了，别说了，后面没人听了。我们是不是自主版权啊？当然，是在您的构想的基础上，结合短信传播的途径，在最短的时间内加班加点开发出来的。刚才金总不是说了吗？为了加班，您看我都伤成这样了。你是在办公室做软件的，怎么会伤得这么重？别害怕啊，跟他说实话，彭总不是一个到处说闲话的人。说呀，说呀，是被老板打的。啊？什么？我们当时在理念上有一些冲突，我觉得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没有办法开发出来，但是老板说必须按时完成，然后就……行了，后面别说了，不给你道歉了吗？这是咱们公司内部的事儿，一切为了部落，对吧？行了，走吧。你怎么能打工程师呢？你这样以后谁还愿意跟你干事儿了？你错了，我以前看过一部电影叫《教父》，里面有句台词是马龙白兰度说的：“天底下没有什么办不了的事情，只要你给他一个不能拒绝的价格。”大概是这意思啊。如果我不打他，你看不到现在的成果。OK， 洛菲斯到底要不要投我呀？你必须确保版权没有任何风险。虽然我是相信你的，
但洛菲斯投资丢不起这个人呐。那总早。那总早，那总早，那总早，早。纳兰，你昨天没什么事儿吧？盼着我有事儿呢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看你昨天心情不好，走的时候怒气冲冲的。所以你就给彭总报告，说你已经不信任我的判断了，是吧？不是我，是团队的意思。你知道，人嘛，一激动总容易感情用事。不是团队，是你，你觉得我感情用事。纳兰，不用解释了。下周一安排新年科技的约谈。还有这个必要吗？都是做语音软件的，我们已经有结训了，架构都差不多。投资的决定权是公司集体投票通过的。怎么，你还要自己做主啊？纳兰，你跟我说话能不能不要这么冲啊？行，下周一我安排新年科技约谈。其他还有什么事儿吗？狐油的情况怎么样？狐油怎么了？没问题，很干净的。你的意思是，魔晶跟杰勋就不干净了？你今天是不是吃枪药了？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。杰勋跟魔晶现阶段确实有点问题。杰勋主要使用手机基站，它不算互联网项目。魔晶呢，就是势单力薄，很容易被杰勋 PK 掉。而且他们架构那么相似，说不定背后真的有什么问题。我的意思是，跟这两家公司比，狐油肯定算干净啊。所以你就要替公司做决定，投资狐油，对吧？好好好，按你说的，上会投票决定。小姐，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公司规定。这一大清早的，那总这是怎么了？谁每个月没有那么3、5天的？最近2天别惹他啊！彭学武那老狐狸已经闻到味儿了，你觉得该怎么办呀？你问我怎么办？其实你心里比我清楚。如果原始创意人是人家的，一旦告我们，洛菲斯肯定不想插这一杠，所以不能让这件事情发生了。我没明白你的意思。哼哼，哑巴吃饺子，心里有数。这是让我去干脏活，你也太瞧不起人了。那你觉得我被告了？董事会那帮人拼命嘲笑我爸，他就会很有面子，是吗？自己看着办吧。你的项目计划书我看了，100多页实在是太长了，你必须把它压缩到3页纸以内。我不管你的团队怎么反对，你要告诉他们，洛菲斯不是互联网讲堂，不要因为专业知识变成交流的障碍。3页纸以内，你必须说清楚，它的竞争优势在哪儿，它的用户粘合度，还有它未来的商业前途是什么。那些过于浪漫、
过于诗人气质的东西，你要大量的压缩。你们需要的是钱，金钱不浪漫，也不多情，断食指不如断意志。抓重点，你要说清楚，什么才是魔晶的特点，什么才是魔晶的魂。另外，往来的语音邮件，我希望你听完就删了。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。随你们变，我不干了。别那么暴躁，喝杯咖啡。不喝，还乐你？没乐啊。我花了好几个礼拜写了100页纸，你突然告诉我删成3页，你逗我玩呢？你信不信我揍你？我知道你写了100多页的东西很辛苦，很不容易，这不是情况突然有变化吗？你说你拿100多页纸的东西过去干什么呀？给别人上课啊？谁听啊？你知道我这几个礼拜掉了多少头发吗？你看我这黑眼圈，我老了好几岁，你怎么赔我？我给你做个假发套。滚！咱们不是兄弟吗？哪来那么多废话？兄弟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突然改主意要删成3页啊？是谁给你出的主意？谁给你出的招啊？我觉得这里边有猫腻啊，你们不觉得吗？你对兄弟不忠诚，你别忘了，当初咱们开发魔晶的钱是我从我妈那儿假结婚骗来的。屋里俩神经病男的在我们家横躺竖卧的，一个躺在浴缸里，另一个跟我躺在床上，我都没法跟我妈解释。当时是郭新年跟卢卡吗？你都不知道，当时他们俩在我们家，我妈一推门一进来，说计划书，越扯越远了啊！虽然扯的是有那么点远，但是也不是没有道理啊。你没有技术指标，你3页纸确实是讲不明白，你谁也说服不了。项目对接会上，洛菲斯没有电脑工程师过来听咱们的报告。对啊，正因为没有，所以你才更应该把技术给人讲清楚。你3页纸讲不清楚，你起码得50页。卢卡，我说2句。郭新年，这项目计划书写的是多了点，100多页纸，但是这是我们大家集体通过的呀。你为什么要突然删成3页？你必须把理由跟我们说清楚。我现在觉得3页纸比100页纸更有说服力。咱们软件的特点就是简洁明了，我们也要用这种方式去介绍给别人，第一时间抓住别人的注意力。没有人在乎你是什么，别人只会在乎你能干什么。没人在乎你是什么，别人只在乎你能干什么。这说法我喜欢，咱不争论了，表决吧。反对。呵呵，都变得挺快哈。卢卡，你错了，我也支持。3比2，少数服从多数，杨，连夜修改。欺负人，太欺负人了！你们。明天下午1点半，洛菲斯楼下见。还是关机？关机！关机！老大又不靠谱了，时间马上到了，这又犯什么病啊？这是。
再等5分钟，如果他还是不来，咱们就上去。大家好，我叫郭新年，我现在要给你介绍一款非常棒的。哈哈哈哈！把手机都拿出来，我建议大家把手机关机。不管今天郭新年来不来，这一仗都要打。手机开着我们就老指望他，这样会影响大家。卢卡，一会儿你先说。我说什么呀？不管你说什么，给我撑满5分钟。5分钟之后你要没词儿了，我再上。我要没词儿了，高低就只剩你了。今天就算输，我们也要用满这半小时。你们是不是还有人没到齐啊？啊，是的。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大家好，我叫郭新年，我现在给你介绍一款非常棒的软件，叫做魔晶。叫做魔晶，魔晶，魔晶，魔晶。不好意思，我们约定好了开会时间，不能临时更改。我知道。彭总，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吗？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卢卡。大家好，卢卡。乔布斯，他死之前，他一直受着癌症的困扰，他已经没有办法见客了，甚至他都已经没有办法连续5分钟保持清醒状态。有一天，他的一个朋友来看他，这个人是谁？比尔·盖茨。虽然知道他已经不能见客了，但是他的夫人还是把比尔·盖茨来见他这件事情跟他说了。乔布斯非常高兴，他非常高兴。他为了掩饰自己瘦弱的身躯，他穿了2条牛仔裤，穿了一件很厚的上衣，就是为了看上去他好像还是精力旺盛的样子。他们2个人整整谈了2个半小时，2个半小时。这2个人一生恩恩怨怨，老死不相往来。他们又是世界互联网的2大巨头，2个不世出的天才，2个难以逾越的高峰。老董，老董，老董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这谁啊？郭新年。你去给我查查，他跟纳兰什么关系？他们俩是什么时候开始来往？现在已经进展到什么程度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纳兰和他？少爷，这可不是小事儿。我可以查，但是你不能胡来。我的那个捷讯，就是我给你看过那东西，是纳兰留在我这儿的。他原来的名字叫魔晶，这个郭新年就是魔晶的创始人，他也是我们在洛菲斯的竞争对手。是他呀？
我明白了。明白什么了？你最好别知道，你别管，别问，一切我来处理。他们共同认为，传统已死，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到来了。这是我读乔布斯传里最让我激动和感动的一段。我们都非常感动，感谢你的分享。不客气。那现在我们可以谈一谈产品吗？产品是吧？产品，我们产品很不错。哎，对不起对不起，老大这可算来了，你再不来整本乔布斯传都让我说完了。抱歉抱歉，坐。哎，各位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。我尽量说的简单。能开始了吗？我们已经开始了。OK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会开车的请举手。嚯，不愧是洛菲斯啊，都有车啊！咱们打个比方，这把椅子就是一辆车，麻烦你跟我配合一下好吗？谢谢，请上车。打个比方，现在你正在开车，突然你想起一件急事儿，要发一条短信息，怎么办？开车发短信违反交规啊！如果有急事儿呢？那就把车停下来，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慢慢发。如果很着急停不下来呢？踩刹车啊！如果刹车坏了呢？刹车都坏了，还发什么短信啊？我都活到头了。你就是不配合我是吧？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开车的时候没有发过短信息的，请举手。吼吼，大家都违反过交通规则。OK。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演示。麻烦你拿着这个手机。你现在正要去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，但是路上非常的堵车，你很着急，于是你要编辑一条短信息发给你的领导，告诉他你会迟到半小时。你把你要说的在上面打出来，然后按发送键，我就会收到。你就打堵，非常堵，我可能撞车了，吓死我了！大家注意到没有？他的视线离开了路面超过20秒，20秒啊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很有可能酿造一起惨痛的车祸。而且，20秒的时间，只打出了5个字：堵，非常堵，我，然后就挂了。
非常感谢你的配合，请回座。这位美女，麻烦你跟我配合一下好吗？就是你。谢谢。请上车。请你拿着这个手机。好，我们点开这个小方盒子，这是我们魔晶的测试版，情况跟刚才一模一样。你把你要说的按住这个小麦克风说出来，然后我就会收到。说什么？赌，非常赌，我要晚到半小时。赌，非常赌，我要晚到半小时。松手。我收到了一条语音短信。赌，非常赌，我要晚到半小时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他刚才的视线只离开了路面2秒钟，这2秒钟就意味着他会避免一场惨痛的车祸。再比如，你继续按着这个小麦克风，给你的朋友送上祝福。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你的模仿能力很强啊！我怎么觉着你跟你朋友关系不太好呢？你的朋友要是听到你这样给他做生日祝福，他会非常的紧张，非常的忐忑。哎，我是怎么了呢？我是惹他不高兴了呢？他为什么会用这样的语气来给我做生日祝福呢？我要该怎么办他才会不生气呢？什么都不说了，请他吃个饭吧。兄弟，我请你吃硬菜，吃完咱们去唱 K。兄弟，我请你吃硬菜，吃完咱们去唱 K。就是这么简单，非常感谢你，谢谢。魔晶我已经介绍完毕了。够狠的，那小子比你3页纸都不用。你的项目计划书我看了，100多页实在是太长了，你必须把它压缩到3页纸以内。我不管你的团队怎么反对，你要告诉他们，洛菲斯不是互联网讲堂，不要因为专业知识变成交流的障碍。3页纸以内，你必须说清楚，它的竞争优势在哪儿，它的用户粘合度，还有它未来的商业前途是什么。那些过于浪漫、过于诗人气质的东西，你要大量的压缩。你们需要的是钱，金钱不浪漫，也不多情，断食指不如断意志，抓重点。你要说清楚，什么才是魔晶的特点，什么才是魔晶的魂。哥，还有一个。你看，没这么难，还是可以压缩到3页纸的。但是，我对你修改过的计划书还是不满意。那些数据流的传输、租用服务器的大小，这些概念都太过专业。投资分析是不会感兴趣的，很难开绿灯。你还需要想一些更具体、更深入生活常态的描述，告诉他们这个软件怎么用，下载了这个软件能为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少方便。首先要让他们感兴趣，这是吸引投资的第一法则。
哥，你也太厉害了！你怎么知道那个女的会在背后搞小动作呀？站在咱们这个节骨眼上，脑袋后面也得长眼睛。他居然写了这么多邮件，直接指导郭新年如何获取洛菲斯的投资。他这是不是在暗箱操作啊？他这就是在暗箱操作。他是洛菲斯投资部的ED，他是这个项目的执行负责人呢。你觉得如果现在把咱们和郭新年放在同一个平台上，他会把他那一票投给咱们吗？好，我马上再问一下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们的产品什么时候上架？很快，我们现在正在做苹果和安卓系统的双向开发。我看你们材料的时候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因为你们的材料上没有盈利模式。是的。你们一定要坚持免费吗？免费是互联网送给这个世界的福音。正因为免费，你的粘合度永远在峰值。你会把通讯录里所有的朋友都储存在魔晶里，这会是病毒性的发展，会是爆炸式的蔓延。魔晶将来也许会有1000万的用户，1个亿的用户，甚至是10几个亿的用户，甚至是超过世界人口1半的用户，这会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空间。在这个虚拟空间里，所有的商业精英会想出1000万种赚钱的方式，但是魔晶不需要。为什么？因为魔晶就是超市，就是所有摊位的提供者，就是所有商业行为的包容者、组织者。各位，开一个超市赚钱，还是摆一个摊位赚钱？对不起，我必须要做这样的比喻，因为它太准确了。这小子真是个天才。超市，这个比喻我太喜欢了。这位美女，请你配合一下。你说他是不是傻呀？他不是傻，他是大傻子，超级无敌大傻子。你说码农是不是都这样啊？不是。她是码农中的一朵奇葩，对，奇葩，还美女，现在谁还叫美女啊？真傻，美女。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坏呀？还不告诉人家你是纳兰？我凭什么告诉他呀？他认错的是你啊，应该你告诉他呀。我才不告诉他呢！谁让他说我胖，还让我减肥，我就不告诉他。你还真记仇啊，你真的！我就看他什么时候才能认出来。哎，要不然咱们打个赌吧？赌什么？我赌这个大傻子半年之内认不出来你是纳兰。那要是他认出来了怎么办？认出来了，我就请全部门的人吃大餐，怎么样？王府饭店。不要高兴得太早哟。谢谢温迪。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，这位美女。我把老乡的房子都给卖了，我吃住行都在公司里。我不是为了让别人否决的，我绝不会活成别人的背景墙。我如果现在把他这些邮件公布出去，他就会在投资界消失，纳兰就会永远在投资界彻底的消失。哥，是我给人家的邮箱，你公布出去我就完了呀。
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在洛菲斯的投资部做到异地的，那得是人尖子里的尖子，妖精里的妖精。现在你拿到的这些，是我的底牌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绝不会踏出去的。做得好，做得好。爸，你先出去吧。小宝啊，茶，接着茶。下一个。过新年呀，过新年！谁真的以为别人傻，谁才是真的大傻。刚才吃饱了吗？撑死我了都！一会儿我们到那边去吧。好嘞，啊，这儿有鱼，真的哎！走吧。哎，我给你拍个照吧。哇！笑死人！怎么样？没事没事没事，你们先走，你们先走。好，那我们先走了，你们快点。你要谋财害命啊？你有什么财啊？说吧，临死之前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？我这么年轻就挂了，我未了的心愿多了。最重要的是找一个好的男朋友吧。你能不能别跟他们一起八卦了？我今天说的那些爱情金句，都是我在家胡思乱想想出来的，还当真了。纳兰，你眼光高，你是我最好的姐妹儿，你帮我挑一个呗。我挑，行，那我就亲自帮你挑一个。别人不都说我们做投资的就是一个金手指？你看着谁靠谱，你就点他一下，大把人愿意跟着你走。只要项目没有问题，也不算违反公司规定的。彭总要是问起来啊，你就说我是拿了回扣，但不是钱，我是把人给扣下了。我要找一个乘龙快婿。好了，别跟我开玩笑了，还乘龙快婿呢。那我们不开玩笑。行，不开玩笑。你不是说我是你最好的姐妹吗？那你跟我说句实话，是不是谈恋爱了？男朋友是谁？唉，说出来，我帮你保守秘密。你要死啊你！都说了没谈男朋友了。温迪，纳兰，我也知道你一点点小秘密哦。我有什么秘密？我知道，你为什么不支持少爷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支持的是另外一个人啊。谁呀？我不说。我当时知道的时候就想啊，天哪，像你这么守纪律的人也会做这样的事情。要是公司知道的话，会有大麻烦的。是吗？我喝多了，说的是酒话，别当真啊。你放心，
我也会帮你保守秘密的。